有请广汽丰田执行副总经理文大力先生，和大家聊聊致电时代下广汽丰田的转型思路。有请文总。尊敬的媒体朋友、各位来宾，大家中午好。我是广汽丰田的文大力。昨天下午呢，我们刚在维兰达发布会上见面，今天又相聚在博智七开门红的现场。24小时内连续2款新车1前1后，有电有油，这在广丰历史上是第一次。实际上，我们想传递的是广汽丰田在智电转型道路上油电同强、油电共进的决心与信心。在此，非常感谢各位媒体朋友的到来。1年前，广汽丰田在29年纪念大会上发布了巨变2030战略，启动了全体系的构造改革。很多朋友可能以为是一句口号，在广丰的内部就是一场放弃幻想、绝地求生的突围之战。我们的目标非常明确，要重回100万产销。今年广丰从体制上动刀，中国首席工程师统领起商品的定义、产品的规划、技术研发等全领域，并且我们将华为 IPD 融入到广汽丰田的文化，只听用户的声音。我们从产品上再造，博智 3X 智能化追平了新势力，目前月销破万，位列合资新能源第一。同步登陆了香港市场，销量节节攀升。博智七因为大美的造型受到了很多的关注，好的设计带来的流量振奋人心，电车站稳了脚跟，油车我们在继续进化。2026款全球车检测为接近一半的油车用户更新迭代，打造全球最智能的丰田车。媒体朋友都说，广汽丰田成为了行业里不可多得的坚定推进，并有力实现油电同强的企业。感谢大家的认可。手握一张还可以的成绩单，望向未来，我们更有底气，更有信心。今年1到10月份，广汽丰田整体的销量接近了64万台，预计全年销量超过77万台，实现了难能可贵的同比的净增长。面向2026年，广丰将谋求更高的增长，计划年产销超过80万台，再通过大幅的提升新能源的销量占比，到2027年实现10%以上的销量的增长。2028年，我们将全面冲刺100万产销。重回100万挑战很大，但意义非凡。特别是面对越来越多的实力不俗的入驻者，广丰的突围战该怎么打？核心还是让一切回到用户需求的原点，看见每一位真实的你，坚定不移，聚焦为你而造。首先要构建以用户为中心的商品定义和研发体系。广汽丰田正系统地搭建用户需求清单，将海量的用户声音直接转化为指导产品研发精确的地图。
并区别于简单的思想跟风，以丰田的标准加中国科技的独特策略，让丰田车从实用主义走向彭延行动，同步建立起中国97公斤师为核心、多车型并行开发的敏捷团队，确保决策更贴近市场，开发效率全面倍增。今天发布的博智7，正是这些系列思考与变革的集大成之作。后续博智品牌还将致力于为每一位你打造更多的车型。另一方面，全球车稳步发力，下一代汉兰达、塞纳搭载增程动力加速推出。随着电动化产品全面的发力，预计到2026年，广汽丰田新能源的销量占比突破20%，到2027年跨越40%的大关，实现几何级的增长。以用户为中心，不能只是造出一辆好车，还要提供对用户有独特价值的服务。以博智系列为先锋，广汽丰田正在落地电车新的策略。现有的620家经销店，近10000名的专属顾问，发心贴心的管家，及时解决用户的痛点。渠道模式探索经销加代销融合并行，强调和客户有无缝直连，同时响应用户的需求，新建1000家博智体验店，服务深入到县级市场。回头看，青椒已过万重山；向前看，前路漫漫也灿灿。实现100万产销是目标，更是过程。以此拉开的变革大幕，更重要的是为下一个10年重构全新的企业基盘。我们将彻底的告别旧有的模式的路径依赖，打造全新的广丰。今天博智7开门红，期待这款车能全面开启广汽丰田冲击100万产销的开门红。全新广丰，全新旗舰，想必大家对博智7也很期待了。接下来我就把舞台交给我的同事，也交给博智7。谢谢大家。Feel us breaking down, trembling, I can hear that shaking sound. Thinking back, I know we've made it through. Will this be the tide that takes you? Is this the end? Is this the
有请广汽丰田中国首席工程师叶志辉先生为我们深度诠释博智七的独特魅力。有请。尊敬的各位媒体朋友、各位来宾，大家好，我是叶志辉。通过刚刚的视频，已经让大家对博智七有了一定的了解。那在大家亲身体验之前呢，由我先来分享一下博智七的独特魅力。进入新能源时代，用户期待豪华轿车应该是怎么样的呢？是个性第一，还是空间优先？是否只有堆屏幕才能营造科技感？我们认为都不是。回顾丰田的造车历史，无论是丰田的阿尔法还是雷克萨斯 LS， 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他们始终贴近用户的生活与价值观，始终回应着时代最真实的需求。这就是以人为本的丰田造车理念，也是我们不变的坚持。今天博智七就是这一理念在新能源时代最好的诠释。那么什么是丰田造车理念所理解的豪华？我们相信真正的豪华能够回应这个时代用户内心最真实的期待，提供从容不迫的安定感。在快节奏的变革时代，博智七希望成为您的移动静心空间，让您在任何场合都保持得体优雅，内心笃定。这份从容首先从姿态开始。博智七拥有超过5米的车长，接近2米的车宽，超过3米的轴距，是一台标准的 D 级轿车。我们的前脸采用了丰田家族的锤头纱设计，并且实现了行政级轿车经典的 1.3 的宽高比，气场更加的沉稳从容。为了进一步的强化视觉的张力，我们还采用了同级最大的21寸轮毂，融入修长的车身，整车的姿态更为低趴、矫健，充满力量感。好的比例需要好的造型来点睛。博智七采用2律双生的设计哲学，让凌厉的线条与饱满的曲面完美结合，实现了区别于其他产品的全新外观风格。5个字：优雅亦从容。颜色也是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为这台旗舰车型精心地打造了7种专属车色，每一种都来自于中国山水，历经时间的沉淀，追求内敛和富有意境的美。比如带云翠，灵感来自于宋词，闭月初晴，带云远淡，彰显沉静而大气的意境。我身边的这台丹霞红，让人想起《滕王阁序》里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充满生命的绚丽与张力。博智七还提供3款专属的内饰色调，均来自于自然之美。第一种明沙棕，它的灵感来自于广雾深邃的敦煌明山山，自然雅致，充满力量。第二种光月灰，灵感来自于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形成斑驳的光影，温暖静谧，沉浸当下。第三种燕墨紫，来自于文房之气，笔墨紫砚，朴素清雅，波澜不惊。我们3款配色不张扬不寡淡，沉稳而典雅。豪华不止于外表，更在于与你相处的每一处细节，这是一种对本真的追求。博智七的内饰选用了天然的白双木，触感温润，色彩淡雅，纹理细腻，每一片木纹都是独一无二的，默默回应您在低调中对独特的渴望。我们的座椅采用头层纳帕真皮和环保的亲肤材质，并通过了国际权威的抗菌认证。很多新势力忽视的前排座椅的椅背，博智七也100%的做了软皮的包覆，让小朋友在我们的后排玩耍的时候，也可以得到精心的呵护。当然，
丰田依然是那个懂你的丰田。我们保留了经典的悬浮岛设计，让你坐进来就有一个熟悉的安全感。针对用户高频使用的功能，我们选择了保留实体按键，在电子与机械之间寻求最佳的平衡，为用户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更为安全。我们相信，真正的豪华应该以安全为底色。如果说设计是面子，那体验就是里子。我们提出了 Relax for All 的理念，希望将豪华升级为一种全员的松弛感。比如座椅，我们不仅让通风、加热、按摩等功能覆盖前后排座椅，还为副驾准备了零重力，为其他的座椅提供一键休憩的功能。我们的后排座椅更配有10度的靠背电动调节，同时还带有无线充电的超长扶手。在音响方面，博智七选择与雅马哈合作，将自然之声理念融入产品设计，追求原始音质的真实还原。再加上释放了纳米水离子的 Nano EX 的空气净化，为车内的成员打造悠然之境，让您在忙碌的瞬间也有一个真正放松的角落。作为博智品牌的豪华旗舰，博智七还拥有高级丝滑的行驶质感。这方面，我们追求一种恰到好处的平衡，既有电车独有的敏捷与线性，又保留了传统豪华行政轿车的从容与沉稳，一切刚刚好。这份质感离不开硬核技术的支撑。博智七搭载了华为 Drive One 电驱，以带 SDC 减震器的双腔空气悬架，并由拥有雷克萨斯与 GR 开发经验的工程师联合调教，在不同的路况下都可以保持从容的姿态。当下，智能科技层出不穷，但我们始终提醒自己，不要为了智能而智能。博智七选择回归用户需求的原点，携手理念一致的伙伴，围绕智能座舱、智能生态、智能驾驶，共同打造更好用、更成熟、更安心的技术体验。博智七全系标配鸿蒙座舱，通过华为全站软硬件的解决方案，从根本上保障流畅、简单、纯净的用户体验。结合华为独有的一碰传技术，还有 AI 语音大模型，带来了轻松高效、聪明类人的交互体验。同时，我们还有小米车载智能软硬件生态的加持，让博智七的智能座舱不只是一个工具，更是一个懂你的伙伴。在智能驾驶方面，博智七以实现交通零伤亡为终极目标，追求真实路况下的实际安全。博智七搭载的是与 Momenta 联合开发的符合丰田标准的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它采用了行业领先的基于强化学习的 Momenta R6 飞轮大模型，让您的出行安心、可靠、舒适、高效。这份智能与可靠性的平衡，源于丰田对安全安心、矢志不渝的追求。在电池方面，博智七在行业标准之上，坚持电芯外壳不带电，并通过了丰田特有的90度侧柱碰和3型撞击等测试，采用成本更高的贴片保险丝，引入了丰田标准的电压保持策略，还有内阻异常检出策略，彻底的确保电池的底层安全。博智七还把安全冗余做到极致，从刹车、门锁到电池电流的检测，全部采用双重冗余。我们以刹车冗余为例，博智七采用了 Toolbox 的刹车助力冗余、双电源冗余，还有 EPB 的交叉双控冗余，3大系统级冗余，不计成本，确保各类场景下刹车都游刃有余。当然，车上还有很多这样的安全设计，守护全程。最后，我想说，车到山前必有路，
有路必有丰田车，丰田始终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伙伴。高品质、高可靠性、高耐用性，是我们不变的个性。今天，我们希望进一步的证明，丰田可以很豪华，可以很科技，在你需要的时候提供一方宁静，在你追寻的时候赋予一路从容。谢谢大家。感谢叶志辉先生。好的车型一定有好的价值、好的保障、好的权益。让我们有请广汽丰田副总经理彭宝林先生为我们一一揭开谜底。有请彭总。尊敬的媒体朋友，各位来宾，大家好。刚才文总提到，博智七是广汽丰田体系化改革的集大成者。志辉刚才也跟大家介绍了博智七在豪华质感上的精心布局。是的，丰田鸿蒙豪华旗舰低级纯电轿车博智七就是我们倾力打造的合资新势力豪华旗舰第一车。今天，广汽丰田正式将这款豪华车型带入纯电家用轿车主流市场，目标非常明确，博智七要成为20万级纯电旗舰第一车。为什么我们如此坚定地选择这个定位？大家知道，20万级的轿车市场一直是各大车企的必争之地。这个市场承载着无数家庭对品质出行的期待，更凝聚最主流用户人群对品牌的深度信任。进入了电车时代，用户对纯电家用轿车这个细分市场的期待更高，需求也更全面，既要大气优雅，又要足够智能，更要全员舒适。当我们看到目前市面上的产品往往顾此失彼，造型惊艳的牺牲了舒适，科技满配的豪华质感跟不上，各方面都做得很出色的价格要30万起步。面对这个困局，广汽丰田该怎么做？我们的答案是正面出击，强势入局。今天纯电家轿破局者博智七来了，依托丰田近100年的造车底蕴，发挥成熟中高级轿车的打造经验，融合中国最前沿智能科技，不仅全方位满足用户期待，更带来地级豪华的越界体验。博智七就是20万级纯电轿车市场的最好选择。首先，博智七最全能，它的智能座舱完全满配，首搭华为鸿蒙座舱5.0，语音控制功能超过150项，并率先接入小米生态，智能交互能力行业领先，智能驾驶更直接进入决赛圈，继续联手某门塔打造最安全的方案。硬件采用激光雷达与高精度传感器组合，感知能力远超纯视觉方案。软件搭载即将接入世界模型的某门塔 R6 飞轮大模型，支架水准直接对标30万以上豪华车型。在实用性上，空间表现同级领先，
座椅通风、加热和按摩功能通通配齐。全车31处储物空间，每一处都顺手好用。在驾驶质感上，就像刚才智辉说的，传承丰田近100年的调教功力，堪称同级最舒适。安全方面，传承博智品牌3双易容仪的设计。目前，博智7已同时且提前满足国家在电池安全、门把手等方面的严苛的新国标。其次，博智7很豪华，率先打破价值铁律。它要做的就是把20万级纯电家用轿车的价值感全面拉高，豪华车才有的高价值配置一次给齐。双腔空悬，能实现 NASA 推荐角度的零重力座椅，雷克萨斯同款的拉帕真皮，华为 Drive 电机全部搭载。博智7更在豪华中注入丰田本色，外观尺寸豪华而克制，内饰精致又兼顾实用。同时，驾控在雷克萨斯和基亚的联合调教下，保留了丰田的沉稳且丝滑。博智7将豪华融入了每一处细节，它就是丰田对豪华旗舰最有诚意也最深刻的诠释。从全能实力到豪华体验，博智7彻底拔高20万级纯电家用轿车的行业标准。这背后是广汽丰田充分响应用户需求、回应市场期待的大胆变革。变革不止于产品，更包括全周期的保障。此前，应对新能源用户对电车安全的担忧，广汽丰田在行业首推厂家直接担责。今天，广汽丰田再次郑重承诺，博智7全面延续厂家3担责政策，厂家直接承担电车自燃责任，厂家直接承担智能泊车事故责任，厂家直接承担电池衰减责任。电车安全是头等大事，在此，广汽丰田也全力呼吁，希望更多的品牌加入到厂家直接担责行列，共同推动电车安全行业新标准。自亮相以来，博智7收获了众多用户朋友的关注和期待，在此衷心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现在，博智7开启预定，为回馈广大用户朋友一路同行的信赖，广汽丰田郑重宣布，凡在12月31日前预定博智7的用户，因2026年购置税政策变化而产生的额外支出，广汽丰田直接承担。您的全程相伴，广汽丰田全力保障。从集结最新、最好、最适合的技术和配置，到厂家3担责，再到购置税兜底承诺，体现了广汽丰田在新能源时代源于用户、回到用户、服务好用户的态度和理念。这也是当下广汽丰田坚定不移的转型之路。博智7就是我们交出的最新答卷，它将彻底回应用户期待，全力打造豪华新标杆，成为20万级纯电旗舰轿车的最佳选择。谢谢大家。谢谢彭总。
广汽丰田博智7发布会到此结束，感谢各位来宾的到来，谢谢大家。Hello， 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广汽丰田的官方直播间，我是主持人钟雨桐。此刻我正在2025广州国际车展的广汽丰田展台，与大家共同见证这场科技与豪华的盛宴。相信大家已经看到了我身边这台备受瞩目的新车博智7，作为广汽丰田倾力打造的丰田鸿蒙座舱豪华旗舰 D 级纯电轿车，它从首次亮相就收获了无数的关注的目光。那么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嘉宾，他将带领我们深度解读这款车型背后的创新理念。让我们欢迎广汽丰田博智7的首席工程师叶志辉先生，欢迎。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大家好。当前主流的纯电车型的设计语言可以说是越来越趋同啊，不管是圆润的流线性还是我们这个极简的科技风，那其实都是越来越趋同的。那博智7是提出了雅式的设计理念，那我们也想知道它是具体如何在造型上形成自己独特的辨识度的呢？谢谢主持人的问题啊。首先就是博智7呢，我们在这台车上还是运用了丰田家族式的前脸设计，锤头刹是非常有辨识度的。其次呢，我们在整体的造型上还运用了奥力双生的设计理念，外观上凸显出整体车身线条的凌厉的感，同时呢，运用这种优雅的曲面，打造出区别目前市面上的这种偏向于圆润的全新的外观风格。是的，那其实我们这个雅式的设计理念，在这个外观上，我是第一次看到它，我就感受到非常明显了。那其实，在电动化、智能化的大趋势下，用户对于一台豪华轿车的期待是超越了传统的用料和配置的。那您觉得新时代用户期待的豪华轿车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我们认为呢，就是新时代的豪华，它不应该是简单的堆配置，而应该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体贴和均衡。面子上，它要有独特的气场、独特的设计，让人一眼就能认出它的价值。那理智上，我们认为要有健康的座舱、智能的体验。比如说，我们在这款车上就运用了 SIAA 的抗菌座椅，然后还有包括纳诺 E 的空气净化。骨子里呢，我们认为它应该还是要提供给家人的安心可靠的驾乘质感。那这一次我们在博智7上也是有包括雷克萨斯还有 GR 这样一些底盘的调教团队的加入。那总结来说，就是新时代的豪华应该既要有科技温度，同时又要有人文的关怀。是的，叶总，您总结的真是非常到位。那其实丰田作为燃油车时代的全球标杆，它是以其可靠、实用和高品质是深入人心的。那如今我们是进入了一个电动化时代博智7作为广汽丰田的豪华旗舰纯电轿车，那是否有一些从燃油车时代继承下来的核心造车哲学？那又有哪些是针对电车时代新用户新需求的重新思考呢？我们认为，无论是以前的燃油车时代，还是现在的电动车时代，丰田呢都始终贴近于用户的生活还有价值观。我们认为，好的造车企业应该时刻回应这个时代最真实的需求。丰田的话，我们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造车理念。在博智7上面，我们对电动豪华的理解有传承也有进化。那传承的部分就是丰田80多年的造车经验当中对可靠性、安全性还有耐久性的极致追求。那进化的部分就是我们在这个可靠的基础之上，深度的融合中国的智慧与用户需求。比如说，我们在博智7上就与业界非常优秀的伙伴，包括华为、小米还有 Momenta 这样的一些优秀伙伴进行合作。当然这一块我们不是看重他们的这种品牌的效应，更看重是他们对用户的理解。所以在企划我们整台车的时候，我们是从用户的需求出发，然后集结了这个中国市场上非常优秀的伙伴，一起来为用户打造非常好的用户体验。
那是可以说博智七真的是很多高新技术的集大成者了，对不对？那其实现在不少车型是通过冰箱、彩电、大沙发这类的显性配置来传递科技感的。那么博智七的科技感又是从哪里去营造的呢？我们认为呢，就是真正的科技感，就是不应该只是看起来很科技，对，而应该是用起来非常的顺手，同时还让用的人非常安心。所以这一次我们，比如说我们在鸿蒙座舱的合作上，我们就引入了这个鸿蒙座舱专有的这种手机跟车机的一碰传的这些技术，免去了以往要非常复杂的操作。那在安全的守护上，我们选择了跟业界的头部 Momenta 进行合作。他们也是以安全理念为优先这样一家企业。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融入了丰田的安全要件，也就是说，我们的智能驾驶始终是以安全为基座，在这个基础之上去提供更舒适、更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出行体验。同时在健康方面，我们也运用了Nano-E 的空气净化的一些技术。能够时刻维持座舱里面的清新这样的话，在我们的这个就是注重安全注重健康的理念之下，我们认为科技应该服务于人，而不是应该让人去适应科技是的，那可以说博智七是真正做到了以人为本的。其实我们也注意到了博智七是选择了华为鸿蒙做智能座舱，小米拓展生态，Momenta负责智能驾驶，这种多平台合作的策略是出于怎样的产品定位和思考的呢？其实我们合作策略非常的清晰。我觉得第一点呢，就是围绕用户体验，用户需要怎么样的，他需要什么样一些体验，我们去把它定义好，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去寻找业界最强的伙伴。那在这台车上比如说在选鸿蒙座舱的时候，我们重点就是考虑了它是目前市场上最顶级的流畅的这种车机系统之一。是的另外在选小米上，我们重点就是看到了它生态的丰富性，然后包括人群的广泛性在这一点上，我们也是充分运用小米在智能生态方面的这些能力来赋能我们这台博智七。另外在Momenta 方面，Momenta 其实在我们博智 3X 上已经有一定的合作了。那在合作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彼此的理念其实非常的契合。那Momenta 目前的它的这个自驾系统已经进化到基于强化学习的 R6 大模型。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又进一步强化了丰田的安全要件。所以在这个基于我们都有共同的目标，就是把这个交通的做到零事故在这样一种理念上，我们实现了非常好的合作。那可谓是我们在选择合作伙伴的时候，也是下了不少功夫的。对，是的，是的。那其实博智七宣传搭载了带激光雷达的Momenta系统和丰田14项的安全要件。那其实对于我们用户来说，这两者结合具体体现在哪里？那比如说在高速路上突然有车辆加塞的时候，这套系统又是如何协同工作来确保安全的呢？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场景。当遇到加塞的时候，我们的这套 Momenta 的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呢，它的激光雷达就会率先的探测前方的车辆，它切入了意图还有距离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做出相应的反应，可以做到刹车也非常的丝滑，然后起步也非常的准时。那同时呢，就是其实跟 Momenta 的合作上面，其实更重要的一条是丰田会植入自己的安全标准。那比如说在这一次的博智七上，我们就植入了14项安全要件这里就包括小孩在转弯的这些路口，如果蹲下，我们也依然要去识别，包括一些泊车的一些场景就是把这样一些安全要件跟 Momenta 的先进的技术进行结合，然后提供一个舒适、高效、安全的智能驾驶的出行体验那其实我刚刚听您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也是多次提到了安全。那除了已知的配置，那博智七在用户看不见的地方还做了哪些额外的安全冗余的设计呢？你也非常专业就是我们认为安全很重要一点，确实就是冗余，因为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所以呢，在很多时候，我们在一些看不见的地方都做了非常多的安全冗余。那我这里可以举2个例子。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刹车系统。丰田这个车企它是非常关注这种底层的，就是加速刹车然后转向这样一些基础的就是车辆的性能。那在刹车方面，我们就专门做了3重的系统级冗余，这里就包括它的刹车的制动系统的冗余，然后电源的冗余，还有包括 EPB 这种交叉控制的冗余，来确保我们在任何场景下我们的刹车都是有效的而且能够做到游刃有余那另一个冗余呢，就是我们的门锁系统的冗余其实如果你有关注就是法规的话，也知道我们这个已经提前1年多就是满足了丰田的就是国家的法规。它重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车辆发生撞击之后，即使整车的这个低压系统被破坏了，我们仍然备了一整套的包括电源、通信系统在内的这个就是门锁的冗余，那方便一旦很不幸发生事故的时候，可以能够打开这个车门，能够更迅速的进行这种救援。那叶总，您刚刚是提到了博智7的底盘调教追求的是均衡，那其实这个概念对于用户来说可能是比较抽象的，是不是？那您能不能结合早晚高峰、频繁启停或者说过减速带之类的日常场景来具体说明一下这种均衡带来的好处？就正如我刚才所说的，我们的这个博智7重点还是面向于家庭用户，所以我们在整个的底盘调校上，在这个乘坐还有驾驶上，我们都是围绕一个舒适性在做的调整。那首先呢，我们是专注于这个乘坐的舒适性。那这一块呢，其实我们在这台车上也有说到，我们采用了，其实首次采用这个包括 SDC 减震器在内的这个双圈空气悬架然后在这方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丰田曾经负责过雷克萨斯的工程师来加入我们的团队为整个的这个舒适性做到了非常好的一个优化。那同时在操控性方面我们也是朝着这个驾驶更为舒适、更为自然的这样一个方向做调教。这里呢，简单也卖个关子，因为目前我们广州车展还没有开放这个试驾，那等到可能明年春天的时候应该就会有很多的顾客可以试驾到这台车。那其实您刚刚这样一形容完，我相信观众朋友们他就理解多了，对吧？那其实除了宣传资料上的核心卖点，您个人最想向用户推荐的一个隐藏亮点是什么？比如说某个不太起眼，但是日常使用当中是极其贴心的功能或者是细节设计，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其实提的这个问题还挺难回答的，因为这台车确实就是有很多地方我都很喜欢。那其中一个点，我觉得可能也是观众比较有疑问的地方，就是我们跟小米的合作。我可以说一下，就是整个的背景。我们这次在小米的合作上，我们引入了它的一个智能硬件的一个接口。就是我们在主驾驶，就是驾驶席的椅背，我们加了一个可以放置 iPad 的这样一个接口。对，那为什么这样考虑呢？因为我自己的经历就是，跟小朋友一起出行的时候，最多半个小时，超过半个小时，后排的小朋友肯定说很无聊。是的。所以我们就想在这个车上，我们应该准备点为小朋友准备点东西，然后就想到就家里的 iPad。那我们就想 iPad 现在业界有很多的处理方式，有用磁吸的有用后面在京东上买个架子的这种。那我们还是考虑，既然我们是丰田去做，我们就要考虑一个更安全的一种方式，然后更便利那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就有看到就是小米的这个对外希望去统一这些接口的这样一个倡议那我们非常认同，所以跟小米一谈，马上就双方都就是非常的可以促成这次合作然后就有了这一次的一个接口，而且这个接口也是做了非常多的一些验证，能够确保它更安全的使用所以这个我其实是非常希望今后就是我们的车主能够充分去运用好这个接口，给小朋友也创造一个车内他自由的一个空间。
是的，那您刚刚分享的这个，我相信也是很多打算用作家庭用车的朋友们非常关心的一个设计亮点了。非常感谢叶志辉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让我们对博智7这一款丰田鸿蒙座舱豪华旗舰 D 级纯电轿车是有了更加立体的认识了。从独具辨识度的雅士设计到体贴入微的健康座舱，从双生态设计的智能体验到安全可靠的驾乘质感科技。科技的温度需要亲身体验才能感知，那豪华的内涵呢，也值得细细品味才能领会。同时也欢迎大家亲临广州国际车展2B 馆01展台实地品鉴，或持续关注广汽丰田官方直播间，我们将持续带给更多精彩内容给大家的。